我们今天从那个饭店下来这边，我们走几步路就会到那个北林公园啊。北林公园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清昭陵，记得没错，应该是清昭陵没错。它是那个皇太极跟孝端文皇后合葬的那个陵寝，它也是整个这个沈阳市最大的一个公园啊。听说下雪的时候是非常的壮观，因为这样白白一片嘛。可是我们来这个季节已经春天了，所以不会有雪。那冷的话，今天是蛮凉的，温度大概12、13度，可是很舒服，就是有太阳这样。我们旁边经过的这个人行道，它旁边的这个叶子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它的叶子很漂亮，很绿耶，看起来很舒服这样。你们懂植物的，告诉我一下。走出来这个地下道就有那小吃的，冰棍、雪糕、烤肠、茶蛋、饮料。哇，人非常多。其实门口这边啊，就是可以直接美团这个扫码就可以购票了。而我发现它的门票啊，有分那个两种，一个是公园门票，另外一个是请公的票。你可以选择先进去公园，因为里面还是会有卖请公的票，公园的票是5块，请公的票是40块。所以你走进去之后，假如说你想要进去请公，那就是再买请公的票；那不想进去请公，在公园随便走走的话，就是5块钱这样。那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进去请公啦。这个茶叶蛋怎么颜色这么白啊？像水煮蛋一样。对啊。假的茶叶蛋。有味道吗？水煮蛋。景区前的东西慎选，好不好？慎选。2位。好。我刚刚在美团购买的时候，有发现一个对我们台湾人来讲会是比较小麻烦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他们任何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第三方的平台上购买的票啊，很多基本上都会需要大陆的手机号码当那个联系人。就是联系人，假如说你不能填大陆手机号码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没有办法买。填台湾的手机号码没办法过。那我是因为有朋友有大陆手机嘛，那我就是类似这种需要填大陆手机号码的时候呢，我都是填我朋友的手机。对。那假如你们没有大陆的手机，建议就是直接排队购票，也很快啦，不会太久。我老婆想坐这个车，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票价，单程票价10元，对，1.5公里，然后直接送你到陵寝这样。走一走蛮舒服的，出来的时候不想走再坐吧。天气好，你看这个蓝天白云，很辽阔的那个道路这样。士林官邸，对，也是有这种感觉。这公园里面也是有卖一些零食，一些小点啊。这个桂花糕，东北很多地方都有。来尝一尝。2个。看现在买1盒。加糖不给你美女。可以加糖，可以加糖。对。软糯香甜，都来尝一尝。10块。加点糖吗，美女？好，可不可以单面就好，不要太多。好。对，谢谢。桂花糕，桂花糕，好吃的桂花糕，软糯香甜，都来尝一尝。支付宝到账。这样的。好好好。单面是吧？对，单面就可以了。2个都单面吗？这方面的一个正。这很好吃哦。那加一点点，多少钱？
桂花糕，桂花糕，好吃的桂花糕，软糯香甜，都来尝一谢尝。小姐姐吃桂花糕。哦，我要吃这个，我吃单边的。好像那个粽子，粽子，那个你说那种甜粽？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冰，那叫什么冰去了？好好吃啊！我吃吃看。要加糖，两边都要加糖。哦，这里可以沾，你要不要沾糖？好好吃哦！你沾这里，你要沾我的。真的蛮好吃的。它味道很像那个呀，很像那个冰甜粽、冰粽。对啊，就是那个什么。对，那个我每次买的很好吃的。减重，像不像减重？对，就是减重，然后沾糖这样。这个要加全糖。我刚刚加沾单面的，我觉得不够，味道不够甜，所以它本身没什么甜味啊，就 QQ 糯糯的这样。这个要沾全糖，真的。玩的东西，吃过麻糖吗？这边有一个皇太极广场，清昭陵。对啊，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可是我看斜对面这边竟然有一个游船码头啊，这大到可以在这边游船。你看这个，小朋友看到会很爱，对不对？我带你行不行？我带你行不行？这让我想到我家的仓鼠，付钱体验仓鼠啊，也不错。哦，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湖，里面就可以租那种天鹅车，有没有？像我们那种天鹅车脚踩的，也是挺舒服的。像我们这种每天来旅游，每天要步行2万步的，还是省一点脚力吧，不然踩完这个中午就可以回家了。这是新疆维吾尔族的舞蹈，它后面有个布条写的。这有一个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雕像，好大。等一下，等一下。1952到1643，哦，所以他还不到50岁，好，行了，49岁。北林公园便民衣架，它这边是真的是有钩子的，有钩子给你挂的这边，所以挂衣服挂这边要干嘛？晒衣服，晒太阳这样。清太宗皇太极、孝端文皇后的陵墓，两个一起在这边。哦，因为它地处沈阳城的北边，所以才叫北陵，所以才叫这个北陵公园。这个是它的路线图。我现在在这里。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清昭陵的门口了。那我建议是刚刚那个北陵公园进来啊。假如说你们往后没有行程的话，是可以用走进来了。那假如说你们在这边结束之后还有其他行程，我建议还是搭它的那个直达的那个游园车，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走过来，其实就是一般的公园。对，就是假如你想省一点脚力的话，就是建议直接搭车过来。前面这边也是要买票的哦，40块一张。我
我们一样是要扫码进去。如果你们喜欢留票根的话，那就是排队人工售票。2位。2位。对，谢谢。啊，对了，跟大家科普一件事，这个中间不是有这3个道嘛？1、2、3，中间这个最宽的。原本我以为这个最宽的是皇帝走的，可是我做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中间这一道叫做神道，啊，这个其实是就是要祭祀的物品啊，或者是已经过世的皇帝，反正不是给活人走的，就是过世的皇帝的的灵柩或者是神教才会走中间这条道路。那左边这边叫做御道。左边这条比较小的，就是皇帝在走的，然后右边的这个叫王道，就是臣子、大臣们在走的哈，所以中间是神走的，左边是皇帝，右边是大臣。这个要花比较多门票进来的景点，人就稍微相对少一点，比较舒服。也没有公园刚刚的一些路边的才艺人士在演唱。哦，碑楼。哦，这个碑楼，哦，它是康熙的时候才建的，是后来才建的。记载皇太极一生的文德武功。可以被大家摸到都平了，这里。这是乌龟耶，哎，这是龟，你看后面还有壳，扛着一个很大的石碑，石碑上面那个字基本上已经看不太到了。哦，还有栅栏围起来的，这是它的屁股。现在走到这边，这个是隆恩殿，在我后面，是怎么样？不能说供奉啊，就是现在里面的神位就是皇太极跟那个孝端文皇后的神位就是放在这边。刚听旁边的导游讲，这个地方清朝四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在这边跪过，因为要祭拜嘛，祭拜先祖，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跪在前面这个楼梯间这里。对，几百年了也还是翡翠原石。翡翠原石。嘉庆、道光全在这跪拜过，叫跪拜石。啊。对，这缅甸北镇上来的。中国人所说的大腰子那个地方，是来的美国。哎，对。清朝的皇帝都在这个翡翠原石上面跪过。不知道，咱们考古学家也不知道。说是这个北园公园这边的镇园之宝，就是可能祭拜的时候，就是从前面那个好前面的门这样一路这样子，应该是要走进来还是跪进来，我就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这个石板这样过去，然后跪在前面的那个玉石上面。对，旁边的大爷说，那个玉石是从缅北运来的，很深很长这样子。这个殿的后面啊，这家就是围墙的，就是城墙。这边4个角都有这种建筑，到这里。
上面的匾额写的昭陵。这边有个祭台，还有前面这边有个小格格了。刚听到一个导游的解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他说：“哈，这边的这些石狮啊，有好几只啊，这边也有，对不对？每一侧的楼阶梯这边都有。这是左边这是公狮嘛，他脚上踩的是彩球，就是跟其他地方是一样。可是右边的这个就是母狮，有没有看到？它是在哺乳一只小狮子，对，蛮特别的哈。就是全国只有这边的狮子是做成这样，是刻成这样，是当时清朝那时候就是保留下来的雕刻。现在走到这个城墙上面来，从这边往下看 ，beautiful， 这个风景真的不错。对啊，这个叫垛孔，垛孔。以前玩《世纪帝国》的城墙都有这种城墙，对。这个陵寝虽然没有到很大。可是是一个我们有办法，就是我们有办法把它全部走完、全部看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像说假如去那种很大的那种历史景点啊，你可能走半天都走不完的，那个就会觉得有点遗憾的感觉，对不对？可是这边不会，这边就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样全部走完、全部看完，然后还有一点余裕的时间，可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自己，这样，所以这边还不错。这角度看很像那个国家音乐厅，有没有？中正纪念堂的国家音乐厅。哎呦，9岁小孩就从屋顶跳下来。啊，地宫，就是他喜安葬陵主皇太极跟孝端皇后的地方，对啊，地宫啊，所以就是这个是墓啊，前面那是神，是那个神位牌位，对，安墓就在这个下面，在这个对围起来这边。现在是按照陵主皇太极的孝瑞皇后，他们在这。对，周长110米，有没有？我很讲究，还有什么三合土、白沙、白灰沙子黄土，地宫、地下皇宫，哦，很大呢。前面有皇帝跟哥哥走过来了。这边只要下雪，那不就整个这一个圆圆这个小山就全部都是白色一片吗？我们走到底之后，就发现它下面有一个大门，哦，这应该就是这个地宫的入口啊。好了，我们要离开这个北陵公园了，肚子饿了。现在已经下午1点多了，没想到会在里面待这么久。等一下应该会去一个找个地方坐着休息一下，对，让我们的脚休息一下，喝个咖啡，吃个简餐。好，等一下见啦。现在地上都有很多这个棉絮啊，
这不知道是什么树的棉，空气中也在那边飘，不知道这样拍不拍得到？可是地上的蛮明显，到处都是。这个季节。我们离开的时候选择还是搭这个通勤车出去的，省点脚力，不然脚真的太酸。矿泉水8000元，各种口味雪糕，欢迎光临。花钱就是舒服嘛。